观众朋友，张又侠被习近平拿下之后呢，现在面临了最艰难的情境，解放军恐怕要面临无将可用的地步。20大之后，短短3年之内，解放军38名的上将被整肃、被失踪，到现在还能指挥作战的只剩下4个人，上将简直变成了稀有动物了。解放军越安静，台海会越危险吗？对，没错，实际上大家都很关心说，包括说像张又侠还有刘振立的，他们2个落马之后的解放军的这个动态。那现在最新的消息是2月2号的时候呢，北京14届的这个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这个委员呢，他们要召开一个所谓的决议，决定明天要加插一个审议。这个审议要审议什么呢？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这个报告。那当然一般都说就是针对张又侠还有刘振立他们2个的这个军委的这个委员的这个身份来进行一个报告的这个状况。那为什么觉得不一样呢？因为人大常委会通常都是在月底举行，没有错。那原定是2月底要召开会议，那为3月初的这个人大这个会议做准备。那现在提前安插这个，当然就是要把这个人事先把它搞定的一个状况。这个就是一个气氛了，一个风向指标。你看家常热映，为什么？为了要完成张又侠的军权拿下来，把程序通通走完。对，没错。好，那我们就讲嘛，事实上在中国发生很多重大事情的时候，如果过去我们就有经验，就是说，在中国你要搜寻不到这个中国相关的这个讯息嘛，中国有网络的平台，但是好像现在外界也认为说，好像在外面也没办法搜索到，特别是在 X 上面，因为事实上如果你最近要搜索所谓张又侠，你在 X 平台上面来搜索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怎么张又侠变成是好像都是一些所谓的色情的内容啊，就是所谓中文的这个搜寻引擎呢，被很多大量的这个色情内容把它瘫痪掉的一个状况。那于是就有人去问这个 X 平台的负责人啊，说怎么回事？你们 X 太烂了吧？那 X 平台负责人就说，他说每当中国发生重大政治动荡或是敏感事件的时候，中国政府就会采取特定的手段，在搜寻引擎的连结的页面上面投放海量的色情内容进行洗版，所以我们以为粉丝以为哇，养眼，实则在遮掩，不让你听，不让你传。对，没错。好，那实际上这个伊隆马斯克之前有说嘛，他要清一些账户嘛，对不对？不是把一些僵尸账户或是疑似假账户都打掉吗？是。但是呢 ，X 的这个负责人就说，我们在紧急关闭这个注册的功能之前，中国已经注册了500到1000万个，查都查不清，都清不完。我们清都清不完，所以没办法，就是说，所以我们下次如果再遇到中国发生事情，不妨去 X 上面搜索，是不是真的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今天事实话为大家来解释一下，习近平打贪打腐不是新闻，处理解放军也不是新闻，但为什么单从2025到今年的2026，整个速度是 N 倍的加快啊？对，没错。事实上，外界也在看说他到底为什么这样做。譬如说，包括说像在今年的这个第1个月份，他就拿下了10个老虎，里面有8名的这个中管的干部，还有2名的这个军委，军委的身份是相当高的哈。对，那你更不用讲2025年全年呢，经过官方公开的落马被查的中管干部高达65人，是创历史新高。他在急什么？对，那好，我们以一个这个我们国内非常知名的战略专家苏子云的说法，他说，习近平是借由打老虎来增加自己在21大继续掌权的正当性。因为他21大在明年要进行展开嘛，那如果21大他能够继续担任的话，那当然又在下一届的延任。那尤其为这么样，外媒的看法来说，到底对于他这样一直不断的清洗来说，不一样的看法。他说什么？他说习近平的这个清洗活动呢，是增加了对军队的控制。对，大家不是说不会打吗？但是法国媒体是这样看。他说这种政策在西方看来说，或许令人安心，但是背后藏着重大的风险。那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过去在解放军里面，可能有人可以跟这个所谓习近平发不一样的声音，但是现在没有。好，所以现在清洗行动的最终可能会提高军事的这个效能，因为军事的行动都集中在这个所谓习近平一个人身上嘛。还有重燃美国当局所担心的所谓2027年入侵台湾的风险。那尤其是现在的这个习近平，慢慢的已经到72、73岁了嘛，老了。对他的这个目前为止来说啊，正值权力巅峰，而且他已经无所顾忌。假设他又再延任1年的话，延任1任的话，几乎是这个没有人能挑战他，或许他就可能会做出一些比较高风险的事情，也不一定。那尤其是我就讲，美国的智库也出来讲。他说呢，为了掩饰军队内部的动荡，北京反而会增加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演习的这个频率，那镇压这个异音，然后对外投射所谓的备战无语的假象，就是我出事，但没关系，我要继续的军演，让你感觉到说我备战是无语的一个状况。那尤其是去年底的时候，中国不是无预警的发动所谓的正义使命2025年的这个围台军演吗？那这个其实是这个新上任的东部战区的司令杨志斌，他上任没多久他就做这样的军演。那做这样的军演呢，而且他还这个获颁上将衔之后就做这样的军演，那跟所谓的雷霆这个
海峡雷霆2025A 是不一样，就是要做什么？它似乎是要不断的做一些新的演练来。达成说，我们解放军没有问题，我们要继续震慑台湾的一个状况。所以一切的一切是为了遮掩解放军内部的动荡。我们本来以为是因为高市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言论，或者是美国的军购引发他的过度反应，原来都不是。好了，问题来了，如果短短3年38个上将被你砍，肃清到只剩4个，你指挥系统是中空的哦。这样子的一个解放军，如果在台海天事端的话，对，会不会更加的危险呢？对，没错。我们来看这个解放军的动态来说，事实上美国的情资一定是最完整的哈。那最近呢，这个美国的战争部的这个次长柯伯吉呢，他访问日本跟韩国，然后公开这个演讲里面，他提到说，美国要确保对第一岛链的侵略行为不可行。那所以他们跟北京保持一个沟通的这个状况。不过他说我们不会天真的看待互动能够达成的结果。他的意思就是说，习近平还是有可能会有铤而走险的这个状况嘛。哈，那尤其是对美国来讲，他们一直不断的在多一些兵推。哈，今年1月的时候，美国的华府的这个智库发布了一个模拟美国跟中国因为台海爆发的这个战争的兵推，叫巨浪，就是这个巨浪的这个报告。那这个报告的时候，为什么引起大家的注意呢？因为它是用 AI 模型。所以 AI 模型就是我们在用 AI 模型来跑，把已知的所有相关的数据，包括说中国的这个基地、飞弹、导弹或者战车、船只，跟美方的这个在前线的状况，然后把它输进去做一个完整的这个反复模拟的一个状况。哈，那在这个状况后来公布嘛，但是公布的时候是因为川普政府要求说，你有一些内容呢必须要把它删掉。这句话是重点。川普是一个大嘴巴，没有什么不能对外公布的。AI 就是要告诉大家，我美国什么都可以。为什么删了之后才能对外公布？对，没错。好，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里面的报告里面的说，大致是这样子的。他说了，美中战争的前30天到60天就可以决定这场战争的长期的走向跟结果。好，那总的结论来说是这样。他说，美国目前无论在装备或是部署上面，都不足以在印太地区跟中国发生冲突。他说，如果具备保护还有持续支援的联合作战能力也没有。好，所以我就讲，那为什么这样子呢？他说，主要是这样子的，因为第一个在前线作战，因为美国距离台湾很遥远，前线很遥远。所以他们势必要依赖日本的这个美军基地。对，好，那在很多模拟中间来说，第一个美军基地在第一个时间已经被攻击嘛，对不对？所以它部署在前线的这个美军还有这个盟友的飞机，90%就在初期就被摧毁了嘛。这件事情真的还假的？对，90%初期就在地面，我飞都还没有飞起来就被你 KO 了。我相信中国要发动攻势的确是这样，他可能因为他们有非常多飞弹嘛，他第一个时间可能攻打日本的这个基地，还有包括说像在冲绳的这个基地这样一个状况。好，然后好。发生冲突之后，他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的这个5到7天之内，美国的这个精准的这个导引飞弹就有可能会打光。也就是说，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美国最近不是要求说，像洛克希德马丁啦，或者雷神公司，你要加快生产，甚至它有可能要外放到日本生产。主要原因就是炮弹的确会有一些问题。所以他在说，其实某些程度来说，就美国的兵推，当然他知道他们的弱点在什么地方，就继续增强他的弱点。不过你也可以看出来，美国对于兵推的这个状况来说，他们其实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乐观的一个状况。美国怎么增强弱点，把自己的短板给夯实呢？2件事。扩充它的弹量，对，另外一个就是分散我的存弹的场所，不会让你一锅端。对，但是美国注意到了这段画面，这段画面也在他们的兵堆里面，其实对美国来讲挑战非常的大。应该这样说啦，因为解放军的这个作战的形态在改变，美国也在改变，所以他们其实有做一些新的战法。那尤其是最近中国官媒公布了一个影片，它是动物上面最重要的这个驱逐舰延安舰大驱。那延安舰来说，它在台海附近发射所谓电子干扰弹的方式，然后驱离外国军机。哈，那电子干扰弹简单来说就是让你的通讯跟后面的中断，用这样来赶走你，因为你不知道前线要怎么作战。好，那因为这其实是之前就有的影片，那中国最近就放出来。那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美国最近启动一个叫做空中远征联队2.0的这个计划。那这个计划来说的话，是用什么美军的他们用生存革命而来的。我们刚才不是讲吗？中国用电子干扰弹，所以电子干扰弹打出去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一个状况，就是我们空军或者我们的陆的部队来到前线之后，跟后方的这个指挥官失去了联系。那我变单兵作战了。对，那当失联的状况之下，你怎么办？你要能够自己作战。所以这是美国新的这个空中远征联队2.0的概念，就是这样。就是你真的跟后方完全断联的时候，你们在前线的部队，你们要知道你们要做什么，而且你们要自己形成一个指挥跟攻击的系统跟后勤的系统。好。
那我讲，那美国已经开始在演练这个新的战法，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它很有可能投射到亚洲来的部队，面临到中国的攻击的时候，的确会有这样的状况。好，那2025年的时候，当时美国举行那个叫马赛克之虎26之1的演习，它里面就演习一个模拟的这个极端恶劣的这个战场环境，然后部队被分在简陋的据点，然后而且是跟高层指挥部特别断联的这个状况，他们要模拟在3天之内呢，没有通讯的时候，他们要自己投射武力，或是自己去攻击的一个状况。他的一个情境是怎么样？我今天如果跟我的大脑失去连接的话，对，我接收不到他下的指令，是，我也想象不到接下来的响定，没有人对我发号施令，我也没地方回报。是，这个时间会持续多久？我怎么办？对，目前为止他们模拟是72小时嘛，但是有可能会更久。所以他们因为这样的战法来说，他有一个要求，就是说你们这些所谓的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彼此之间呢，你们要长时间的在一起模拟，要能够知道自己的这个本身的这个限制。或是本身的能力在哪里？所以你可以看到，因为台海未来可能发生冲突的时候，你看美军已经开始在做一些他们作战逻辑的改变跟相关的推演，对，都是要因应说，如同柯博奇说的，他们不会天真的以为沟通就能够解决一切，而是还是要把相关的武力准备好的一个状况。你不觉得怪吗？共机最近相对安静了很多，为什么美国反而现在整个拉高了警戒？川普一眼盯着习近平要不要干大事，一眼锁住这个人普丁。今天江明来告诉我们，为什么俄罗斯，为什么普丁的一举一动在牵动台海的安危呢？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最近有个动作，有一个人跑到中国去了，这个人是谁呢？就是萧伊古，在2月1号。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了萧伊古。那当然，两个人的会面谈到几个重点。第一个，关乎两国关系的重大问题，保持紧密沟通。什么意思啊？大家还记得吗？去年曾经有个人跑到俄罗斯去拜访，就是谁？张又侠。现在张又侠被拔掉了，那你现在中国解放军的大权在谁手上？这件事情我要不要派个人来厘清清楚？所以这个时候萧伊古来拜访，这个时间点是有原因的。另外可以注意到。关注敌对势力破坏台稳定，反对日本在军事化，等于说，台海的问题，台海问题干你什么事？再把日本给拉进来，变成说我中俄要来联手，防止你日本介入台海的问题。而且刚刚讲到萧伊古这一趟来北京，为什么说时间点跟他的目的性这么强？因为你看萧伊古他的行程，他只在北京待了1天的时间，而且也没有再见其他人，所以相关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个，张又侠落马之后，谁要来接军权？这个东西要搞清楚。那为什么是萧伊古来？你要知道他是普丁的左膀右臂啊，过去当普丁的国防部长当了12年，他来谈这个问题是不是最刚好？那还有另外一个关键就是在于，当初谈好两国合作的关系，接下来张又侠落马之后，要不要继续延续下去呢？这个是重点，所以他只留了1天。你看多急，因为他要到他要的了，确认过眼神，不会因为张又侠落马而改变。习近平确定军权一把抓之后，他就飞回莫斯科了。他接下来还有其他拜访行程，跑到这个越南去了。但是重点是，刚刚就像哥讲的，确认过眼神，知道接下来事情如何来继续处理。为什么这个事情很重要？因为当初我们谈好的，你跟我买的武器要不要继续下去啊？到底中国军工产业这么强的中国，要靠俄罗斯什么东西？对不对？而且重点是在张又侠落马之后，俄罗斯他如何透过了战术的交流，透过了武器的交流，再牵动台海。俄罗斯的角色现在浮上台面了。对，没错。到底俄罗斯提供给中国什么东西？来看到乌克兰当时他们就取得了俄罗斯他们泄露的一个资料，它里头提到北京从2022年开始，透过非公开的管道跟中国跟俄罗斯买了很多东西，重点是要提升什么？提升他们空降部队的实战能力。中国的空降部队不是很强吗？那到底为什么要跟俄罗斯来买这东西？有没有得到回应呢？答案是有的。俄罗斯知道这需求之后，3周之后立刻交给国营的企业开始规划，要卖给你什么？我展示给你看嘛。那到底中国要买什么？这个东西攸关台海战局的一个战术演变。先来看到这个东西叫做 BTR-MDA 贝壳空降装甲运兵车。就像哥看到这个画面，你一定会吓一跳。1800公尺的高空，就用飞机把你这台装甲车从这么高的地方直接空降到战场上面，直接落地，马上可以作战。这个东西对台湾的战局来说重不重要？等等，直接落地，马上可以作战。丢一部战车下去，我就觉得天大地大的事了。战车上有人，连人带车啊！对，这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可以连人带车，我直接空投到战场，直接可以做。你看这个装甲车上面的士兵一着陆直接开了，马上这个空降
降落伞收一收，马上可以投入战争，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东西非常的重要。但是或许你会觉得说，拜托了，空降这装甲车有什么了不起？没有攻击能力啊！我告诉你，还有更厉害的东西在后面。这个是全世界最新的空降坦克2S25M1，它同样也是通过高空把你直接丢到战场上面去。它的重量，那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因为它重量很轻，只有18吨这么重。那当然装甲比较薄，可是你要知道哦，它配备的这一个滑膛炮是125厘米的滑膛炮，所以表示说它比一般轻型坦克的战力还要更强。John哥，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能够想象今天在台北市的街头突然从天而降一辆坦克车，而且它是主战级的这一种125毫米的这种滑膛炮，直接啪啪啪攻击你，根本是措手不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台湾最近在买反装甲榴弹炮的一个关键原因。俄罗斯是全世界最懂得空降作战的国家之一，现在手把手的技术也给你，装备也给你。这个合作从多久到现在啊？这个叫做黑月的国际骇客组织，他们就挖出了中俄之间的机密文件，发现这一个机密合约，他们制定了一个行动，叫做歼208的合作。从什么时候开始？从2017年就开始，而且这个计划非常的庞大，绝对不是说一项武器、一项战车而已，因为它要求中国跟俄罗斯买什么，包含空中加油机在内的多款运输机跟空降机，目的就是为了说，我到时候空中作战，我可以从后方来袭击台湾。所以包含刚刚看到的 BTM、MDM 这个空降型的装甲车之外，另外包含所有的军备物资都由俄罗斯，我通过空运也好，通过海运也好，运到中国指定的港口跟机场，而且在2021年就掌握到俄罗斯以3490.7万美元的价格把这些东西卖给中国，所以已经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已经制定的非常明确了。该买的买进来了，情绪精烈有没有效果？你再来看看习近平有多需要俄罗斯的空降。你老公要空降干嘛？你就是冲着台湾来的啊！他还真的去视察重要的空降部队啦。其实看报新闻的观众你就知道，有时候我们见微知著哦。你看2024年美国大选还在开票的时候，习近平在干嘛？他跑到了湖北去视察他的空降兵部队，而且他要求全面加强练兵备战。这个句话说给谁听的？告诉你就说给你台湾听的，因为我就是要用空降兵部队来打你台湾。而且这个还是他在视察火箭军之后，短期内第2次视察重要军事部队。火箭军对谁？对美国啊！所以告诉你，美国跟台湾应该注意啊，我都有预先做准备。而这个空降兵部队呢，其实它过去是空15军，它里面集结了20个不同的军种在里头，它要建立一个空中尖刀，就是要空降的力量划开你台湾上空的一个防线。好，我们知道说，今天俄罗斯的角色这么样的越来越吃重，习近平不能没有他，怪了，全世界都以为说俄乌战争。俄罗斯不是被拖垮了吗？你应该起参谋片啊！而且我经济制裁你，你应该变穷啊！天哪，普丁告诉习近平没这回事啊！John哥，我们透过几个数据来看，俄罗斯经过3年多的俄乌战争，越打越强。为什么会这么说？你还看到2026年1月份，就上个月，俄罗斯在乌克兰领土上投下了5711枚的航空炸弹。什么样的概念？告诉大家，在去年2025年12月，就是在前一个月哦，大概不到4600枚，所以等于说这数量是上升了2成6，大概将近3成。所以你炮弹越来越多啊。再来，你看到不只有这个。我直接发射的空投的这个炸弹，我甚至空对空的这个飞弹，同样也是哦。现在总共组装2900枚的飞弹，比2023年多了1倍，而且滑翔炸弹虽然是搭配无人机，也有12万枚这么多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讯号？你要知道，我们本来都以为俄罗斯打到弹尽援绝，还要跟金小胖请求支援前线，没有那这样子一个展现，会不会让习近平反而觉得我可以打？俄罗斯你要弹有弹，要车有车，我跟你买，通通都买得到嘛。因为你战车现在看起来每一年现已有已经超过4000辆，因为它新装的这个战车大概每一年200到300辆，甚至我有些库存老苏联时期的战车拿出来修一修升级，一年也有大概1500辆而已。所以你看，普丁他就在军事委员会上明确表示，2025年刚过了这一年，我们俄罗斯军用产品已经销往全球30个国家，外汇收入150亿美元。你不是被经济制裁吗？你还有这么多可以卖，而且你知道150亿美元是比开战前145亿还来的更多，而且他们现在第一步骤你就说，接下来我们的出口订单总额就已经高达700亿美元，所以今天没雷惊啊，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我们常常讲一句话，战场是验证武器最好的一个卖场，所以现在中国习近平看到这个，哇，你有这么好的武器，这么多的战车可以卖的话，那我当然要跟你买过来投入台海战争，所以台湾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57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军相又来了，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加持了我们，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100万了，多不容易！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他在播的时候，我要盯着直播人数升还是跌，一觉醒来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100万的订阅，真的无限感激。最后我要跟大家瞪眼看，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五七报新闻。俊相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Come on, come on, come on.